林轩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你看看你又是买包又是出来吃饭，我挣点钱不容易，凭什么供你这么挥霍？从今天起，不管是生活开支、赡养父母、人情往来，包括以后养小孩，必须全部 AA。刘一峰，我没听错吧？总不能因为结了婚你就心安理得的在家坐享其成吧？我没衣服养着你那身臭毛病。看着他这副好皮囊，我鬼迷心窍的觉得，只要有爱，什么都能接受。行，我接受。小轩，我错了，我没钱，求你养我吧。别碰我！滚你丫的吧！你父亲的情况不容乐观，必须要尽快安排手术。医生，那手术费大概需要多少？扣掉医保报销的部分，家属这边至少还需要准备10万块。好的，医生，我想想办法，今天一定凑齐。上个月刚全款提了新车，我卡里的流动资金根本不够。老公，我爸病情加重了，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。你手里有多少钱？先借我10万应急。10万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没开玩笑，是救命的钱。等下月我一发奖金，马上还你。小轩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们结婚的时候可是签了协议的，生活开支、人情往来全部 AA 制，各自负责。刘一峰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我说的是借，不是不还你。里面躺着的是我亲爸。那是你爸，又不是我爸，我手里没闲钱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小轩，钱借到了吗？借到了，放心。老大，我上个季度提成有7万还没发，我想预支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么急？我爸重病，急需10万手术费。行，我给你特批。你要是不够，我私人再借你一点。婚姻给了我什么？只有一地鸡毛，还不如自己努力奋斗拼来的尊重和信任多。连10万块救命钱都不肯借，我们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？干嘛呀，这么严肃？小轩，我觉得我们以后的生活应该全面实行 AA 制。AA 制，连生活费也要 A？不仅是生活开支、赡养父母、人情往来，甚至以后养育小孩全部 AA 制。我从没找你要过生活费，平时买菜、水电我都顺手交了，两口子风雨同舟需要这么计较吗？外国很多人都这样干，现在与时俱进了，这样也可以减少矛盾。可是这样我觉得不是夫妻，像合伙做生意呢。婚姻本来就是挑选最合适的合伙人呀，除了爱情，我们要记之长远。难不成刚结婚就要为了这点钱吵架？算了，他爱记账就让他记吧。既然你这么坚持，那就试试吧。你看，这是这个月的水电费68.42元，你昨天买的面包15.5元，还有这瓶炒菜的酱油8.9元，总计92.82元，你得转我46.41元。刘一峰，你可真行。上个月账单我算好了，找我吧。我孕吐太严重，已经跟公司申请停薪保职了，现在没收入。我们可是 AA 制哦，你这几个月没发工资，我也帮不了你哦。你比亲兄弟明算账还狠。你不是还有存款吗？顶几个月总没问题吧？这些都是生孩子的必需品，是不小的开支。你先垫钱买，后面我付给你。这费用这么多啊，我也没钱啊。你每个月工资那么多，钱都到哪里去了？我们已经 AA 制了，互相不管开支的。那我生孩是不是我先怀孕5个月，再拿给你怀孕5个月啊？我为了生孩子才停薪留职，你一点都不为我着想，就一直提 AA。生孩子我帮不了你啊，又不是我不愿意帮。你滚！你不垫付我就饿着，大不了大小都一起饿死算了。妈，你转给我3万块吧。小轩孕反大，我需要垫付一点，后面他会给我的。他不会不给的，等后面他上班了，我就不垫付了，让他全出。原来他的工资卡一直交给他妈，难怪他死活不说钱花去哪儿了，把我当外人一样防贼，连垫付3万块都要看婆婆脸色，真是好算计。既然你做初一，就别怪我做15。妈，我的工资卡以后放您这儿。你是不是和一峰吵架了？两口子要好好过，你这都怀孕了。没有的事儿，他很孝顺，也教会我要孝顺。您就拿着吧，我心里有数。
好，妈替你收着，千万别委屈自己。我不计较的时候可以大大咧咧，我计较的时候，比你还会精打细算。你银行卡的密码改了？你登录我银行账号干嘛？不是一直 AA 吗？没有，就想规划规划，买辆大一点的车，以后有小孩了，大车方便。等我上班后吧，最近几个月我都发愁没钱吃饭呢。你是不是把股票都卖了？你工资卡呢？在我妈那儿呢。我学你啊，你卡不是给你妈了吗？以前好几个月我不也帮你垫付了不少？你怎么把卡给你妈了？那我们生活怎么办？我已经垫付了那么多，我没法再垫付了。这样，以后每个月我们都月清，不再帮谁垫付了。看，这就是我的好老公。别人的信用卡是下个月还清，他非要当月清算，真是一点亏都不肯吃啊。好，真好，一峰，你好好照顾小轩啊，辛苦你了。妈，你跑什么？你爸妈会照顾你坐月子吧？不然找月嫂吧，我们费用 AA。我没钱找月嫂，你妈不也在家闲着吗？她跑那么快干嘛？她身体不好，生我养我不容易，而且我弟媳不也怀孕了吗？我妈要给她做饭呢。我怀孕的时候，你妈可一顿饭都没给我做过。计较这个干嘛？她做的饭你还看不上呢。喂，刘一峰，小宝拉了，快来换尿布。我不会弄，太臭了。我来弄。妈，我们是 AA 制，你是帮我，不是帮他，这活就该他做。别说了，都是一家人。那我出去买菜了。妈，你这样惯着他，等你出了月子回去了，这孩子可就全丢给我了。我真想离婚算了。结婚前要擦亮眼睛看清楚，结婚后将就能过就过。你现在坐月子容易抑郁，总不能让小宝一出生就活在一个没有爸爸的家里吧？为了孩子，我暂时忍下这口气，等我恢复了，所有的账我都会一笔一笔清算。小轩啊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妈，钱的事我来想办法，大不了我公司找领导借钱，一定能凑够。你跟一峰说说，让他帮帮忙，毕竟是夫妻。好，我回去拿点换洗衣服，顺便和他说说。38床家属准备推病人去做术前检查了。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饭呢？我饿了，赶紧去做饭。我爸重病住院，我刚交完费回来拿衣服。我和我妈都在医院守着，你没时间去看看就算了，怎么也没送小宝上幼儿园。没空，等会儿我跟朋友约了去郊区钓鱼呢。钓鱼？我爸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生死未卜，你亲生儿子没人送幼儿园，你跟我说你要去钓鱼？你干什么？你爸生病关我什么事？我们婚前就说好了，生活全面 AA 制，这可是你当初同意的。AA 制，送你亲儿子上学也是 AA 制。上个月多送了一次，这个月轮到你了。规矩就是规矩，不能坏。再说了，你爸那病就是个无底洞，你别指望我出1分钱。刘一峰是个普通朋友，遇到这种事儿也会出钱出力嘘寒问暖吧？你完全不沾身，好像我爸是个陌生人。你兄弟还明算账呢，你们自己搞定吧。既然你无情，就别怪我无意。风水轮流转，不要落到我头上。小轩，你快去市医院，我妈摔倒住院了。我去医院干嘛？我在上班呢。我马上要上飞机了，你赶紧去趟医院给我妈缴费，她现在躺在急诊室没人管。我们是 AA 制，你自己搞定。小轩，那是我妈呀，你不能这样冷血，你是儿媳妇，去照顾一下不行吗？3个月前你怎么对我爸的，我就怎么对你妈。喂，小轩，你妈住院了，赶紧拿钱来缴费。你找你儿子啊？找我干嘛呢？他出差了，你赶紧过来。我们是 AA 制，他不管我爸妈，我也不管你们。什么 AA 制？荒唐！我不懂这个，快点来缴费，不然你妈出事就怪你。那就怪你们的好儿子吧。以我对这极品一家的了解，这老头子肯定会来公司闹事，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？王姐，我家里有点急事儿，下午请个假。小轩，你公公刚来公司找你了，气势汹汹的，在公司找了2圈，发现你不在才肯走。知道了，王姐，谢谢你啊。明明他们的小儿子就在本地，可遇到事情永远只知道折腾我，可惜我早就不任由他们拿捏了。
我每个月不是有给钱吗？怎么会没钱呢？峰啊，你弟弟看中了一套学区房，首付差一点，就把你的钱先拿去给他用了。怎么可以把我的钱全贴补给弟弟买房？你们怎么不告诉我？那现在怎么办？你找小轩要啊！他爸3个月前刚动手术，他1分钱都没剩，他怎么可能借钱？你们就逼我一个人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我要用房子抵押贷款。我不同意，那是我的房子，是我爸妈全款送我的陪嫁。你不同意？林轩，我妈她现在躺在医院里等着钱做手术，我没钱了，你是要眼睁睁的看着我妈去死吗？刘一峰，你要管你妈，那是你的孝心，我从没拦着你。但你凭什么拿我的房子去尽你的孝？凭什么让我背上几10万的贷款风险，去填你家那个永远填不满的窟窿？刘一峰，还给我！你看清楚了，那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，这房子是我爸妈全款买给我的，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的房子？林轩，你可真会算计！你别忘了，我们结婚4年了，我吃在这里，住在这里，睡在这个屋里，这房子就是咱们2个人的家。只要领了证，这房子就有我的一半。刘一峰，我最后再说一遍，关于这套房子，我不同抵押。林轩，那是我亲妈，你怎么能这么冷血？你的心是石头长的吗？那是你妈，不是我妈。你当初提 AA 制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咱们是一家人？想让我拿我爸妈给我留的底力去给你那个伏地魔的妈治病，做梦！好，林轩，你有种，你真以为我拿你没办法是吧？如果你不同意拿房去抵押，我们就离婚。怕了，晚了。我告诉你，离了婚这房子我也得拿走一半，离了婚这房子我也得拿走一半，这是咱们婚后的家，咱们在一起生活了4年，哪怕是去法院，我有权分走那一半。你要是识相，现在就拿房本跟我去银行，我可以考虑不离，否则你就等着法院分房，到时候你连这半间屋子都住不下去。离婚？想清楚了吗，林轩？我既然把话说明了，也就不怕跟你摊牌，只要你现在点头，跟我去银行签了抵押合同，这婚我可以考虑不离。如果离了，小宝归谁？他姓刘，自然是归我。这种问题你也要问？归你。刘一峰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连自己都养不活，你拿什么养孩子？让他跟着你喝西北风，还是跟着你去借债？这还用问吗？你给赡养费啊！你现在是公司的主管，每个月提成那么高，手里又攥着这套房。废话，我现在要贷款救我妈，手里当然没钱。你是小宝的亲妈，你工作稳定，你不给钱谁给？咱们以前 AA 制，以后孩子生活费你也得出那一半，不，你得全出。我给你赡养费。林轩，做人不能这么自私，只想生不想养啊！小宝跟着我，我也得替你承担抚养的辛苦，你出点钱怎么了？我以前到底是有多瞎，才会觉得这个男人踏实，分明是个敲骨吸锐的畜生。他不仅要我的房，还要拿我的孩子来勒索我下半辈子。刘一峰，既然你把账算得这么明，连赡养费都替我规划好了，那咱们今天就彻底开诚布公。我告诉你，小宝我要，房子我也要。至于你说的打压贷款，做梦去吧！你疯了！你这是想让我妈等死？你信不信我明天就去起诉离婚？这房子我至少分走一半。好啊，你走诉讼吧，我不着急，反正这种官司没个半年判不下来，只要我不签字，你就得陪我耗着。半年？我妈可等不了，她现在就在手术室外头等着钱救命呢。那是你的妈，她等不等得了，关我什么事儿？滚出去，别耽误我明天上班。妈，小轩疯了，他不同意贷款。什么那个扫把槽？一峰你别怕，咱跟他离，房子得要回来一半，那可是咱家的钱。他说诉讼要半年，半年啊！你先问问律师，是不是离了婚就能分那一半？快去问！是不是离了婚就能分那一半？快去喂，问！李律师吗？想咨询个事儿。这个案子胜算不大。怎么样？问清楚了吗？那房子真的是你爸妈婚前全款买的？那需要问吗？那是我爸妈真金白银买的房子，婚前赠送给我一个人的，房本上写的清清楚楚，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当初结婚，你家没出过1分钱彩礼，没出1分钱婚房，甚至我也没让你入赘。我爸妈从不干涉你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这就叫人心不足蛇吞象。刘一峰，林轩，我不离。那天抵押房子的事儿是我昏了头，咱们还是夫妻，没必要走到这一步。不同意没关系。刘一峰，你有你的打算，我有我的法子。林轩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站住！林轩，你怎么没煮我的饭？家里没米了，我只买了够我和小宝吃的量。没米了，你不会多买一点？你明明知道我还没吃。刘一峰，咱们得把话说清楚。我不同意以前那种我煮饭你洗碗的分配了，洗碗机的用电你也算得清，以后各做各的饭，各吃各的米。你，林轩，我的衣服怎么也没洗？你就看着这些衣服堆在这发霉。AA 制啊，我帮我和小宝洗了，
对了，既然要分清楚，明天小宝的衣服你洗。怎么回事？跳闸了？没跳闸，我的水费电费只交了一半。一半？对，到了15号，余额不足，系统就自动停水停电了。你怎么不全交了？没水没电怎么住？全交了，没水没电怎么住？我交了一半，剩下一半你交吧。我带小宝去我爸妈那儿住几天。小轩回来了，去菜市场买只正宗的老母鸡。你妈这两天身体有点虚，你弄个鸡汤给你妈补补。哟，原来是想让我回来照顾你们啊！林轩，爸妈也是来看看小宝，你说话怎么太敏感了吧？敏感，刘一峰，我这都是跟你学的。记得有人教过我，说一个人太敏感，就是因为对方没有占到他的便宜。林轩，你看把你妈给气的！你作为一个晚辈，怎么能这么跟长辈说话？做人不要太强势了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你来做主。强势，记得以前有人教过我，说一个女人太强势，其实说明她很有主见。既然你们觉得我强势，那正好说明我不再是那个随便被你们拿捏的软石子了，这不是好事吗？林轩，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的，简直没教养！怎么，家婆，我说中哪句让你不舒服的话了吗？够了！有人！从刚才开始你就一直有人教，到底是哪个混蛋教你这么不讲理、这么恶毒的？你呀。刘一峰，这些用来 PUA 我的话，现在扎在你自己身上，滋味如何？小轩、一峰，这是我在老家院子里亲手种的，没打农药，特意给你们送来尝鲜。妈，你看看这些虫子，都快把叶子打破了，这种东西没必要送来，植完就剩下梗了，还得浪费我们的水费去洗。这是没打药的，虽然不好看，但健康。刘一峰，那是我妈大老远送来的心意，你对我妈的态度能不能好一点？说我态度有问题，那恰恰说明我占理。你在挑我态度的毛病，是因为你已经在道理上输得一败涂地了，只能靠抓着态度输得一败涂地了，只能靠抓着态度这种主观的东西来胡搅蛮缠。刘一峰，你说的对，名师出了高徒，既然你教了我这么久，我总得交一份满意的答卷。你回来啦？我想咱们以后实行 AA 制。小宝，洗手吃饭了。妈妈，爷爷奶奶和爸爸不吃吗？他们不吃我做的，他们会自己做。林轩，你做这些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啊，怎么了？你们干瞪着眼不赶紧去做饭？林轩，你这当媳妇儿的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我在家伺候了老的小的几10年，从来没有让一峰的爸爸和一峰进过厨房的。男人是干大事的，哪能围着灶台转？哦，婆婆，听您这意思，您当了一辈子的模范主妇，那是自然，这叫妇道，这叫本分。那你也上班赚钱？我要带孩子，哪有时间？那你和一峰的爸爸也 AA 制，生活费一人出一半，甚至连买把葱都要平摊到小数点。他也把工资卡交给你的婆婆，让你平时买个卫生巾都要看婆婆的脸色，甚至让你在怀孕没收入的时候，连产检费都要自己想办法借。你这就是歪理，你这就是歪理。婆婆，这叫对等。既然您儿子要求我像合伙人一样承担开支，那就别指望我像旧社会小媳妇一样3从4德。你们做完饭，吃完了记得把桌子擦了。我送爸妈去车站。不送，慢走。总算清静了。听说了吗？今天 HR 要淡化了，咱们部要砍掉一半，看谁命大了。刘一峰，来一下会议室。
今天怎么这么晚？小雪，我有事跟你商量下。小雪，我有事跟你商量下。我应该会被裁员了，互联网这波大潮没躲过去，可能有一段时间我没收入了。所以呢？所以，我都快没饭碗了，你就这反应？刘一峰，我想请你搞清楚，你被裁员是你工作能力或者公司战略的问题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是两口子，我现在遇到了困难。我们是月清的，每个月1号水费、电费、房租、伙食费，咱们算你当初立的规矩。这是马上就要月底了。我不是和你商量吗？情况特殊，咱们能不能先暂停一段时间的 AA 制？你现在的奖金和提成都不少，你先付着，等我重新找到工作了，再把这段时间的钱补给你，咱们继续执行 AA 制，行吗？暂停，刘一峰，你可真是不长记性啊！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吗？4年前我怀孕6个月，孕吐严重到喝口水都要吐，那时候我申请停薪留职，那几个月我没有1分钱收入，我是怎么求你的？你是怎么回我的？你说那是你的问题 ，AA 制不能破例。当时我连买奶粉的钱都要问我妈借，你还有脸现在和我提？都要问我妈借，你还有脸现在和我提？所以现在风水轮流转，轮到你没收入了，你就想起来要商量了。不行，依然月清，不仅要月清，鉴于你现在信用破产，以后所有的生活开支咱们可以日结，我不会帮你垫付1分钱。林轩，你真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？我可是你老公，是小宝的亲爹。规矩是你定的，我只是执行。你要是觉得我绝，那当初那个逼着刚生完孩子的妻子交饭钱的你又算什么？林轩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满脑子都是钱。我们还是夫妻吗？你觉得呢？当初你为了那3万块钱电谈款偷我的房本，在电话里跟你妈算计我的时候，你觉得我们是夫妻吗？你觉得我过不下去可以离婚啊？我随时恭候，但只要在这屋里住1天，该你出的那一半1分都不能少。没钱交就从这屋里滚出去。好了，小宝不哭，小宝不哭。我明天早上还有个重要的周报要汇报，他这样我怎么睡？他可能有点闹肚子，你能不能帮我抱抱他？我去给他贴个舒服贴，我实在腾不出手。从今天起我睡书房，别再来烦我。刘一峰，你醒醒！公司临时有急事，我得马上走，我妈还没赶过来。刘一峰，你听到没有？奶粉我已经装在奶瓶里了，温水在保温杯里。小宝还有20分钟就得吃奶了，你出来把你冲了喂他吃饭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，吵死了，赶紧走吧，别耽误我睡觉。一定要喂，他早上起来饿得快，奶粉就在桌子上，别忘了。我来不及了。刘一峰，你给我出来！孩子哭成这样，你听不见吗？你动一下手会死吗？吵什么吵？咱们不是 AA 制吗？照顾孩子本来就是你负责的精力部分，我负责出钱就行了。你出门了那是你的失职，别往我身上赖。妈，我就住几天，等我投了简历，找到面试的。住几天？这都第3天了。一峰啊，不是妈说你一个大男人失业了就该去找工作，窝在家里算什么？妈，我这不是正找着吗？你妈说的对，公司没给赔偿你就去告，在那坐着怨天尤人有用吗？你才35岁，身强力壮的，难不成要回来啃老？就是我们这2把老骨头可养不起你。妈，我以前每个月都往你这儿打钱。我的工资卡不是一直放你这儿吗？我现在落难了，从那卡里取点钱应急总行吧？我的工资卡。钱？哪还有钱？工资卡里的钱早就没有了。没有了？好几年的工资，少说也有10几万，怎么会没有了？你吼什么吼？你弟媳生孩子那可是双胞胎，2个大胖小子，这开支多大你不知道吗？又是奶粉又是月嫂的。你弟弟工资低，又是你唯一的亲弟弟，你当哥哥的，这开支自然要帮衬他们啊。那钱早就拿去给你弟弟付房贷和养孩子了。那我呢？我失业了，我没饭吃了，你们管不管？管什么管？你去找小轩啊，你们还是夫妻，他工作那么好，新车都买了，还能缺你这一口吃的话了吗？赶紧回去，2口子床头吵架床尾和，别窝在我们这儿，影响你弟弟周末带双胞胎回来住。回去吧，大男人别总想着靠父母。妈，我是你亲儿子。
林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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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没电了？别按了，家里又停电风水了。断了你就去交啊！你故意的是不是？你眼睁睁看着我回来，让我连口热水都喝不上。刘一峰，我记得咱们定的规矩是月清，这个月的水电费总和是420，我已经在5号交了210，剩下你没出，系统自动断供了。我妈把我赶出来，你还要在这个时候给我算这200块钱，你还是不是人？刘一峰，你妈赶你是因为你啃老，我不帮你垫付是因为我讲规矩。当初我生孩子没收入，你可是连一片尿布的钱都要跟我算清楚。没钱，那就只能摸黑待着。刘先生，你之前在互联网大厂做主管，薪资要求2万5，以我的资历和带队经验，这个价位已经很保守了。刘先生，现在是裁员大潮，我们招一个25岁能熬夜肯干活的小伙子只要8000，你35岁了，高不成低不就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们会当冤大头？我有资源，我有经验，你的资源早过时了。行了，回家等通知吧。那帮 HR 全是狗眼看人低，我当年拿提成管几十号人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毕业呢。兄弟，打工没出路了，那是给别人当牛马。听哥一句，现在有个路子，那是给别人当牛马。听哥一句，现在有个路子。拉倒吧，我现在连饭都快吃不起了，兜里比脸还干净，谈个屁的路子。正因为你没钱，才更适合干这个。我这儿有个日用好物全域合作项目，正在招合伙人。不用我出钱？对，你只负责对接拓展客源，促成合作达成，就能拿到对应高额分成收益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谁信我啊？我这边会帮你打造合适的从业身份，配齐正规宣传资料与沟通思路，助力你顺利对接资源。只要顺利达成合作订单，收入十分可观，远比普通上班轻松太多。这不比打工强？刘哥，趁着还有机会闯一闯，别一直过得束手束脚。等你做出成绩，站稳脚跟，往后行事也能挺直腰杆。好，行，干了。林轩，你看着吧，我很快就要发大财了。我不询问你想干什么，只要你不牵扯到我。你们两个跟着我干，只要谈成合作，商户拿到合作款项，酬劳少不了你们的。刘总，下周的行业交流洽谈会的场地费和宣传画册印刷费呢，得你先垫。对啊，还有几位意向合作客户打算过来实地考察，咱们也添置几套样品线撑一撑门面。没问书，先把场面快布置妥当，务必让合作客户缓过来说看到咱们的实力与诚意。先生，一共是5800元，现金还是扫码？哥，之前谈成的合作款项什么时候能结算下来？我这边前期垫付了不少开销，亲戚也都在催我还钱。哎呀，还在走流程呢，你急什么？再多对接几单合作，收益到手自然就能缓过来。先不说了，我这边还有事儿。姓刘的，薪资拖期2个月了，今天再不结清，我们就搬电脑抵账。还有我平日里垫付的各项开销，也抓紧给我结算清楚。再等等，合作那边的款项很快就会。你实在太过分了！我投入大笔资金携手合作，到头来压根对接不上正规渠道，所谓合作资质全都是不实的。小轩，救救我！最后帮我一次，不是我的开销，是公司你帮我发一下工资吧。那2个员工快把我撕了，拿完这个月工资，我就把公司关闭了，我以后安安分分上班。我不愿意。林轩，你以为拒绝就没事了？你别忘了，咱们还没离婚呢，我们是夫妻，要一起还的。你可以去试试。要一起还的。你可以去试试。好，房子你保得住，名声你保得住吗？传出去你也不好听，这么多负债，家里也会受到牵连。林轩，你听明白没有？我借的笔款项，那利息一天一个样。你要是不帮我，我不仅会被列入黑名单，我还会连累你们。所以呢，你在我这儿演什么？你是不顾及往后的生活发展。刘一峰，你是不是要先打个电话问问啊？问什么？问问你那些背着我签的个人钱款，到底算不算共同债务？李律师，我现在那笔钱逾期我，这钱是不是得算夫妻共同承担？刘先生，你在没有经过妻子同意的情况下，为了个人仅私自签下的高额贷款，且没有证据表明这笔钱用于家庭共同，那是为了养家。没有证据，你所有的消费记录显示都是烟酒和员工工资，法律上这属于你个人负债。林小姐不需要承担1分钱，只要林小姐能证明你们已经分居且正在走离婚流程，且她能争取到独立抚养权。你们已经分居且正在走离婚流程，且她能争取到独立抚养权。刘先生，我劝你还是考虑如何保全你自己吧。林轩，你还真狠心啊！真的起诉离婚，你连个商量的机会都不给我。商量？3年前我爸躺在病床上等那10万块救命钱的时候，你给过我商量的机会吗？可现在呢？咱们结婚4年的感情算什么？我们的爱情算什么？刘一峰，我要离婚了，你现在居然跟我谈爱情？我跟你谈情的时候，你跟我说 AA 制，我怀孕吐到虚脱，想让你帮买个什么东西，你都要在你的小本本上记下。现在你欠了一屁股债，想让我帮你背债了，你倒想起爱情这2个字了，你也不嫌这2个字从你嘴里吐出来脏。刘先生，
这些账单是你亲笔记录并要求强制执行的吗？是，但我那是为了家庭财务独立。法院看了你们这么多年的相处资料，这种模式下，夫妻之间基本的辅助义务已经完全丧失。根据相关文件，判断你们是真的没感情，长期处于精神隔离状态。本庭支持原告的诉讼。终于结束了。小轩，小宝呢？你真的要把他带走？判决书写得清清楚楚，你现在负债累累，没有稳定住所和收入，根本无法提供孩子正常的成长环境，刘一峰，去守着你破账本，过一辈子吧。什么？离婚居然没分到财产，还要独立承担债务？刘一峰，你请的什么狗屁律师啊？这房子你住了一半，生活费你也出了，凭什么房子归他？凭什么那30万贷款要你一个人还？妈，我累了。妈，那是婚前房产，律师说起诉也没用。现在好了，你每个月工资还得还债，以后还得住家里，这日子怎么过？哎，老板，你别激动。一红，你这是要气死我呀！你来了，小轩。按照我们签订的协议，1个月有2次机会，你可以探望小宝。今天是第1次，时间不超过2个小时。小轩啊，看我给你带水果了。小轩啊，看我给你带水果了。不用了，我不吃榴莲。我本来想挑贵的买，没想到你不爱吃。一峰他爸，你看我就说先问问小轩吃什么再买，你非不听。林轩，你现在硬气了，咱们以前好歹是一家人，我这也是为你好。我有房有车有工作，不如先操心操心你那个欠了一屁股债、被银行列入黑名单的儿子吧。你小轩，其实我心里一直……你也给我滚！看到你我就直反胃。王大姐，我们家一鹏可是名牌大学毕业，之前在大厂当主管的。虽然现在自己创业辛苦点，但底子厚。我们家要求也不高，女方必须得陪嫁一套至少3居室的房子，车子不能低于30万。还有彩礼我们是1分不出，现在的时代谈钱伤感情。刘大姐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你儿子离过婚还带着债，你让姑娘家倒贴一套房，还带着债，你让姑娘家倒贴一套房。我儿子长得帅啊，那皮囊值多少钱？什么玩意儿？做春秋大梦呢？现在的姑娘个个精得跟猴似的，谁上赶着来扶贫啊？别说大厂主管，你儿子现在就是个负债累累的中年大叔，做啥春秋大梦呢？怎么会这样？以前林轩不是这样的。那是林轩蠢。刘一峰，我看了一圈，还是林轩最好骗，你得再去求求他。小轩啊，你看咱们以前好歹是一家人，一峰现在知道错了，他天天在家念叨你呢。刘女士，有话直说，别动手动脚。小轩妈，您复婚罢了，没个像样的儿媳妇照顾，日子过得太苦了。复婚？为了让你妈有个免费保姆啊，还是为了让我把房产证填上你的名字？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要是肯回来，那30万债咱们全家一起还了不就行了？以前我是真眼瞎，滚开，别挡着我的车。呸！生气什么？不就是个破房子吗？都怪你！当初要不是你非要拿我的工资卡给弟买房，都怪你！当初要不是你非要拿我的工资卡给弟买房，林轩能这么绝吗？你个没良心的！我是为了谁？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？职场上想占便宜的人，路只会越走越窄。真正的合伙是双赢，而不是剥削。王小姐，我想你应该能理解，现代女性都在追求独立。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，我想再创业，所以收益暂时不稳定，家里开支自然是需要妻子来一起承担的。刘先生，你说的承担和支持是指我出钱，还得帮你背创业风险吗？不能说的这么难听，我出脑力和技术，你出资金和保障，我们要计之长远，我们要挑选最合适的合伙人。天哪，林总，你听到了吗？合伙人这个词都被他给玷污了。他一直都这样。你认识？我听媒婆说你已经创业过1次了，还失败了，现在负债累累，你居然还想要创业？王小姐，我都36岁了，这个年纪在职场上已经没有竞争力了，再找工作也不好找，创业是唯一能让我这种有才华的人搏一搏的出路。搏一搏，行啊，那你有多少资金可以搏？我上次创业还欠了10多万没还，资金方面……那你有多少资金可以搏？我上次创业还欠了10多万没还，资金方面自然是暂时拿不出来的。所以呢？所以我希望女方否能借我点资金，结婚的时候如果能陪在一个房子就更好了，我们可以把房子拿去银行抵押贷款，这样我就有充足的原始资金开启新项目了。刘先生，你都36岁了，怎么还能说出这么幼稚的话？你是在找老婆还是在找提款机？还是你觉得女人那么好骗？我操，听到了吗？让女方陪嫁房子拿去抵押贷款供他创业，这男的是什么极品？长得人模狗样的。
你懂什么？我前妻以前就是陪嫁了一个房子，而且我们婚后都是绝对的 AA 制，互不占便宜，这叫财务独立。所以啊，他才成了前妻啊。林总，看他那副丧家犬的样子，真解气。行了，刘先生，咱们没必要再谈下去了。既然不合适，那咖啡 AA 吧，我也没义务请你喝。那咖啡 AA 吧，我也没义务请你喝。几十块钱的咖啡也要 AA， 真是见了鬼了！我请你了，这单我买了，真是浪费我的时间。刘一峰，我最后送你一句话，回去撒泡尿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到底几斤几两。现在的女人真的是太物质了，眼里除了房和钱还有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这种物质女人，一辈子也不会找到爱情。站住！我请的咖啡，你得喝完。你，先生，您先擦擦，不好意思，请不要在店里打架，会影响其他客人的。你等完了！你这种素质的人，我一定要告诉介绍人，让全城都知道你。你这种素质的人，我一定要告诉介绍人，让全城都知道你是什么德行。我要让你的名声彻底臭掉。据说我倒要看谁的名声传得更远。你什么你？滚吧！好，咱们走着瞧。刘一峰，原来离开我之后，你过得竟然这么差。不认识，看个笑话。确实是个大笑话，这种人也就是咱们这儿好，不然早被打了。咱们走的合同还得您签字。走，下午的回公司。林总，恭喜您，这季度您的提成和分红已经翻倍了，总部的任免书也下来了，正式晋升为华东区总监。小宝的接送安排好了吗？已经按您的吩咐，请了最专业的家政和私人司机，保证安全准时。好，散会。心不堵了，气也顺了。刘一峰，原来没有你，我的运气会这么好。如果你是想谈钱以外的事，我挂了。其实 AA 制真的很好啊。如果你是想谈钱以外的事，我挂了。其实 AA 制真的很好啊。你看你现在变得多优秀，多独立，多亏我当时提了这个主意，你才没变成这种只会伸手要钱的家庭主妇。我这是在成就你啊，小徐。刘一峰，你说出这种话，良心都喂了猪当饲料了吗？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真的舍得忘记吗？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刘一峰，听着，我之所以有今天，是因为我足够清醒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嫁给你。小轩，我有本事过得好，那是我的能耐，关你屁事。以后你也别想以小宝的赡养费为借口打电话，我养得起。听说了吗？以前那个大厂主管刘一峰离婚时净身出户，欠了一屁股债，还想骗女方抵押房子。他在咱们这圈子名声全臭了，谁敢跟他合作？王小姐，咱们都是社会人，凡事讲究个公平，生活开销 AA 制，不仅是对女性的尊重，更是我们共同奋斗的基础。一峰，这月的债还没填上，你弟那边双胞胎要买进口奶粉又来催了。你说你离个婚，房子没弄着，还背一身债。当初咱们全家供你读名牌大学，读出什么来了？妈，我已经在找路子了。找路子找了半年了，那短发女人把你泼成落水狗的事儿，街坊邻居谁不知道？你还有脸在家待着？路子，林轩就是我唯一的路子。他心软重感情，只要能让他想起当初，他一定会帮我。钢笔、领带夹，还有这封信。林轩，你肯定不会忘记我们的过去的。
小轩，我知道你现在恨我，但我翻开这些旧物，我这一生最干净的爱都留在了那一刻。哪怕你不原谅我，请收下这些，它们本就该属于你。记什么？书信和一些旧物。行，填单子吧。这又是哪一出？离婚的时候算得比谁都精，现在寄着一箱垃圾过来，打算走怀旧路线，让我们林总心爽车速。他不是怀旧，他是在找我身上最后一点能被利用的地方。他以为我还是那个能被他几句情话就骗得团团转的林轩。这算盘珠子都崩到我脸上了，林总，这种卖惨的东西直接扔碎纸机吧。我的天，这哪是谈恋爱呀，林总，他从第一面开始就在演你。我以前以为自己是眼瞎，现在才知道是有人一开始就拿着写好的剧本请我入局。小轩，怎么突然打听起刘一峰大学的事儿了？没什么，整理旧东西看到了。你还记得大二那会儿，他是不是经常在法语区自习？我想想，对，那阵子确实挺奇怪的。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几乎天天黏在3楼法语区。我还没开完说他是不是想跨专业呢，他当时还一脸清高的跟我说是在拓宽知识面。看到了。你还记得大二那会儿，他是不是经常在法语区自习？我想想，对，那阵子确实挺奇怪的。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几乎天天黏在3楼法语区。我还没开完说他是不是想跨专业呢，他当时还一脸清高的跟我说是在拓宽知识面。刘一峰啊，那人当时心计深着呢。你记得咱们拿助学金那次吗？他专门跑来问我你家里的情况，还装得挺像，说什么想参考大家背景怎么填，他自己填太穷了伤自尊。他问过我家里的背景。对啊，问的可细了。你爸在哪儿高就？你妈管不管财务？我当时还觉得这人自尊心挺强，现在想想他那是查户口呢。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单纯的眼瞎，遇到了错的人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我没有失去爱情，因为那4年的温柔，3年的体贴，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明码标价的骗局。第一次离婚，我离掉了刘一峰这个烂人；这一次，我离掉了记忆里那个虚假的初恋。旧物收到了吗？那些奖学金证书、借院卡，看见那些东西，你应该我会想起我们最初的样子吧？那时候的知错了。小易，帮我叫李律师过来。现在？对。李律师，这些证据加上之前的骚扰短信，能不能用于后续的名誉纠纷起诉和人身骚扰取证？一峰，他不回信，那是还在装硬气。像他这种当领导的，最怕名声臭。只要你让大家知道他是怎么发达了就抛弃寒门丈夫的，他保准得求着你回来。妈，你说的对，他最在意体面，那我就把他的体面一片片撕下来。刘先生，听说你是被前妻始乱终办的。我本不想说的，当年我陪他吃泡面，住出租屋，婚后我提 AA 制，谁知道他心野了，嫌我创业没钱，直接用房子把我逼走了。哦，这么说，你当年接触他真的是因为爱情，而不是看中他家境？王小姐，实话跟你说，那种女孩我最清楚了。那时候她单纯的像张白纸，家里条件又好，身边追她的男牌子带影只有你我，表现的有骨气一点，她就会自己把钱送上来，还得求着我收下。我表现的有骨气一点，她就会自己把钱送上来，还得求着我收下。这就是你说的我们最初的样子，这就是你说的真心。大二那年，你确实很努力，还没跟我说话就先查清了我爸妈的工作、家里的房产。所谓的图书馆偶遇是你计算好的，恋爱期的所谓寒门自尊是为了诱导我这种不计较的人主动为你买单，甚至婚后的 AA 制也不是突然转变，而是你剧本里的最后一章资源控制。等我完全入了局，房子车子都供你使用了，你就开始卸磨杀驴了。刘先生，我以前以为看着哪是寒门贵子，这分明是针对富家女的欺骗。林轩，你这是诬陷，这些只是我年轻时随手写的，谁还没个年少轻狂的时候？这不代表真心。如果不代表真心，为什么每一步都和后来发生的事情分毫不差？为什么你需要我付出时满嘴都是爱情，而我需要你承担时，为什么你需要我付出时满嘴都是爱情，而我需要你承担时，你满嘴都是规则？我真的是爱你的。你闭嘴！你有什么资格说？你这个心机深的女人，你故意设计我，你早就想毁了我。刘一峰，这话听着真耳熟，记得你教过我吗？说我心机深，说我手段狠，恰恰说明你在道理上已经输得一败涂地，只能挑我的毛病。这出戏的落幕还精彩吗？
刘一峰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蠢货？我蠢？难道不蠢吗？算计女人都能留下白纸黑字的证据，你当初写那老鼠的日记干什么？现在好了，把柄被人攥得死死的，连带着我们家名声都臭了。现在来骂我蠢了？当年是谁教我做人要大度？是谁为了给弟弟省那口吃的，天天跟我说做哥哥的不能自私，要学会给家里抓资源。天天跟我说做哥哥的不能自私，要学会给家里抓资源。就是因为你们偏心，才让我生人不会自己算计就会死。我把你们教我的美用在林轩身上，为什么现在全是我的错？那是你自己没本事，我让你算计，让你算书，你自己没用，还怪到老娘头上来。行了，混到这个份上，别总想从父母身上找借口。妈，我那车贷这月差点钱，你再帮衬我点。哎呦，我的宝怎么又瘦了？妈这就给你拿。笔记，那姐的笔记呢？只要林轩没拿全，我还能告他诽谤。好。小轩，那些笔记你都看了，我承认，一开始接近你，我确实带了目的，但我没骗你。后来我真的动过真感情，我是真爱过你的。真感情？刘一峰，真感情是会在我爸动手术需要10万块救命钱时，你冷冰冰的跟我谈各负其责；真感情会在我怀孕吐到休克停薪留职的时候；真感情会在我怀孕吐到休克停薪留职的时候，你让我自生自灭。那是我的原则，我性格有缺陷，但我心里真的有你。咱们也有过好时候，没错，是有过好时候，但你搞错了。那些好时候是因为我投入了100%的真心，那是我给这段感情镀的金。这跟你刘一峰是什么样的人没有半点关系。我不否定我曾爱过你，因为那说明我真诚，我问心无愧。但我不会因为我真诚就替你的算计买单。小轩，你还是恨我对不对？恨说明你还没放下。我不恨你了，刘一峰，恨也是一种牵连，你不配。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你留下的那些猎物笔记录音，还有你欠下的个人债务材料，都在李律师手里。如果你再敢骚扰，我会让你连现在这份送外卖的工作都保不住。林总，刘一峰那边已经收到了正式的法律警告，他如果再散播不实言论，或者试图接触您周边的客户，我们这边掌握的录音和伪造资料会直接送达经侦。以前我以为垃圾分类只是分清别人的垃圾，后来才明白，人生也是一样，真心归真心，证据归证据，垃圾归垃圾。刘一峰这种人不值得被怀念，只适合被分类处理。林轩，你还有脸回来睡？你看看你，离个婚房子没分到，还让人家律师把路全堵死了。路是他堵的吗？是法官判的。那还不是因为你蠢，路全堵死了。路是他堵的吗？是法官判的。那还不是因为你蠢。追女人的时候写什么笔记啊？那是深情吗？那是给人递刀子。要不是你弄丢了林轩这块肥肉，你递的双胞胎能连个像样的婴儿房都没有吗？肥肉，原来在你们眼里林轩就是块肥肉。妈，当初是谁教我的？小时候我考了第1名，你说不能自私，奖金得给弟弟买玩具。我工作了，你说做人要大度，工资卡得交给你保管。那我是为了这个家，是为了这个家还是为了刘依林？你教我要会抓资源，要会看人下菜碟，我把这套逻辑用在林轩身上。你们当初不是夸我聪明吗？不是心安理得的刷着他的卡，住着他的房吗？现在资源没了，我就成废物了。你现在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干什么？你要是真有本事，就不该让林轩跑。你要是真能拿捏住他，咱们家至于落到这个地步？行了，一峰，收拾收拾，搬出去吧。不，我没错，是你们错了。林总，说实话，忙活了这么久，赢是赢了，
但每当想起你这几年的真心、时间，还有那些被他算计掉的青春，你心里真的一点都不觉得不甘心吗？当然不甘心，那是我整整10年的青春，但我不会用我的余生去跟一个烂人反复对账。房子、财产、名声，还有法律上的边界，些我能追回来的，我1分都没留给他。至于那些追不回来的真心，就当做是学费吧。只不过这堂课太贵了，我得把它记住，而不是记恨一辈子，困住自己。房子、财产、名声，还有法律上的边界，些我能追回来的，我1分都没留给他。至于那些追不回来的真心，就当做是学费吧。只不过这堂课太贵了，我得把它记住，而不是记恨一辈子，困住自己。以前，刘一峰用账本把婚姻拆成一笔笔小账，想让我永远活在亏欠里，活在他的规则下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婚姻里真正该算清的，从来不是一顿饭几块钱，一卷纸几毛钱，而是谁在风雨里付出了真心，谁又披着公平的外衣，在贪婪的吸血。刘一峰算了一辈子，最后只算明白了一件事：我并不是输给了他的 AA， 我只是曾经输给了自己的爱情滤镜。而当滤镜碎了，我就再也不会输。